iQOO 15 Ultra 的拆解补个档啊，那手机风冷结构的实用性呢就不用我多说了。对于一台主打电竞的手机来说，绝对是强有力的散热设计。所以在风冷结构的加持下，iQOO 15 Ultra 的综合硬件实力到底如何呢？咱们边拆边聊啊。第一步，关机后取出卡托，双卡背靠背放置，卡托材质呢是金属和塑料，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第二步，拆卸后盖，加热后酒精配合拆片划开粘胶，打开后盖，那注意内部还有排线连接啊。西亚螺丝取出盖板，挑开接口分离后盖，后盖呢为玻纤材质啊，待会的装饰板和摄像头镜片呢采用一体化设计，因此材质肯定也是玻璃啦。装饰板外圈使用铝合金材质打造，进风口呢就设计在外圈的底部，进风口内侧添加有防尘网，防止大颗粒灰尘进入机身内部。待口位置添加黑色塑料内衬保护，内衬呢通过3颗螺丝和粘胶的方式固定在后盖上，防尘密闭泡棉分布在3颗后摄四周。待口边缘伸出的4根金属柱连接至主板，使待口装饰圈呢成为天线的一部分。风扇的对应位置贴有一小片散热膜，加强散热能力。加热后取出待口左下角的传感器模块，模块上集成有后置的环境光传感器以及用于万能遥控的后置红外发射器。翻开排线顶部，可以看到上方还集成有4颗 RGB 灯珠，通过对应位置的导光板将光线导向超广角和潜望镜头之间的这颗氛围灯啊。第三步，拆卸主板，传统3段式结构，潜望模组下方就是机身内部的进风口，进风口四周配备白色胶圈密封，确保气流按照设计方向流动。冷空气经过 SOC 所在的区域带走一部分热量后呢，再从边框上的出风口排出啊。但是这个出风口的位置啊，我觉得还能再优化一下，因为日常打游戏横握时啊，待口通常在左侧，这样呢左手的小拇指就比较容易挡风口啊，一方面会影响一定的散热效率，另一方面呢就是夏天的时候这样对着吹，体感必然没那么舒适。NFC 线圈围绕在超广角镜头四周，位置合理，方便使用。散热膜从顶部扬声器位置穿过风扇、主板核心发热区域、电池和无线充电线圈之间，一直覆盖到了底部扬声器上。无线充电线圈和 iQOO 15一样，最高可以支持到40瓦的功率，同时具备反向充电功能。取下线圈模组，可以看到线圈背面和主体部分都有独立的散热膜覆盖，其中线圈背面的散热膜面积呢接近2500平方毫米啊。主体部分的散热膜呢，来到了5500多。卸下主板区的所有螺丝，注意散热膜下方也有固定螺丝。卸下后取出主板盖板，揭开散热膜，可以看到主板盖板分为上下2块，上半块呢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板盖板，材质呢是金属加塑料，上方除去 NFC 线圈外，还沾有2条 FPC 天线。内侧前摄位置贴有压紧填充泡棉，主摄接口对应位置呢配备包裹泡棉的导电布，防止接口松动，还有电磁兼容等作用啊。顶部扬声器也集成在主板盖板上，顶扬的发声单元呢升级为 AAC 瑞声科技的1115同轴，采用同轴双单元的高低分频式设计，并且内部也填充有 N-Base 声学增强材料，那是目前主流手机中啊顶扬和底扬音质表现最好的规格了。来到下半块的主动散热部分，它由铝合金材质的风道和内部的散热风扇组合而成。模组的左下角贴有一条闪光灯排线，排线上的灯珠和 iQOO 15一样都是单颗。模组内侧在对应 SOC 的位置呢涂有导热材料，加强导热性能。接口对应位置贴有压紧填充泡棉，防止松动。主板屏蔽罩的对应部位贴有一小块包裹泡棉的导电布，那负责电磁兼容等作用。风扇位置并没有像虹膜一样涂上导热材料，让此区域可以接触到 VC 均热板，形成第2条导热通道啊。iQOO 选择贴上泡棉来阻断 VC 均热板和此区域的热量传导，使 iQOO 15 Ultra 只有后盖侧通过主板导向风道这一条导热通路，那缺少了屏幕侧通过 VC 均热板传导至风扇位置的第2条导热通路。加热后打开铝合金风道，就能看到风道内部和虹膜一样，没有设计像荣耀那样类似散热鳍片的结构。右侧的风扇尺寸要比虹膜的大上1圈，为17×17×4毫米，叶片采用等高设计，数量呢是59片。机身的出风口内侧同样添加有防尘网，避免大颗粒异物进入机身。如果有灰尘附着在防尘网上，iQOO 也在包装内贴心的附赠了除尘刷，让用户可以简单的自行清灰。出风口四周使用黑色胶圈密封，使得通过风口进入机身的液体只会从风道流过，不会接触到电路部分，导致短路，从而实现主动散热部分 IP_8 和 IP_9 级别的防水能力。来到主体部分，对比 iQOO 15，由于风扇的加入 ，Ultra 的主板区域拉长了8毫米左右，那这使得电池的占比有所下降。那细节上，前摄位置覆盖散热膜，增加散热能力；潜望的 CMOS 位置贴有抗干扰贴纸，导电部呢负责电磁兼容等作用。主摄接口还有额外的屏蔽罩加固，保证稳定连接。
挑开2个电池接口进行断电，随后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所有摄像头。影像配置和 iQOO 15完全一样，详细参数大家直接看图。取出主板，主板采用利好散热的单层设计，使用0.52毫米板材，主摄和潜望采用破板下沉设计，直出中框。超广角虽然架在主板上，但并没有和核心3大件重叠不用担心长时间录像时的积热问题。防护措施和 iQOO 15一样，只有2个电池接口有泡棉圈保护。部分小元件有做蜂胶处理，顶部麦克风集成在主板左上角的屏蔽罩内，主板正反2面的屏蔽罩上贴有提供电磁屏蔽以及加强散热能力的铜箔。主要发热位置涂有大量的导热材料，薄弱区域呢使用屏蔽罩加固。顶部集成有多个器件，分别是前置环境光传感器、1颗激光发射器以及顶部环境光。顶部环境光通过中框顶部的导光柱实现感光功能。整机和 iQOO 15一样，共配备了前后顶3颗环境光传感器，让手机可以更加精准地识别环境光的变化。取下可拆解的罩框，撕下散热铜箔，清掉导热材料，吹开屏蔽罩。核心3大件和 iQOO 15的顶配板完全一致 ，RAM 和 ROM 都来自三星 ，RAM 采用速率高达10667的 LPDDR5X 规格，右下角的 ROM 呢是 UFS 4.1RAM 下方是高通的旗舰 SoC第5代骁龙8至尊版，底部是 iQOO 自家的 Q3 电竞芯片。那其余的芯片信息大家直接看图。中框主板区域防尘密闭泡棉分布在前摄和顶部麦克风收声孔4周，收声孔内配备白色防水透气膜，顶部扬声器采用红色胶圈密封，防止漏音。潜望长焦和风扇的对应位置有做镂空设计，但由于潜望 CMOS 采用的是倒置方案。风扇模组背面呢又有泡棉隔热，因此这2个区域的镂空主要是为了压缩对应位置的机身厚度，对热量的传导没有十分明显的作用。主要发热区域残留有大量的导热材料，那应该是出于对中框强度的考量，核心位置并没有做镂空处理。前摄、主摄、潜望以及风扇4周设计有线位结构，防止部件偏移。第4步，拆卸副板部分，卸下副板区域的所有螺丝，挑出同轴线，翻开副板盖板，取出天线小板后，才能分离副板盖板。盖板材质是金属加塑料，内侧接口和底阳上呢贴有压紧泡棉，线性马达也粘在盖板上。马达是 iQOO 15同款歌尔股份的0916规格，相比常规线性马达，它最直观的差异呢就是采用了4触点的设计，这是因为它可以支持 X 轴和 Z 轴2个方向的运动，从而实现更加丰富的震感反馈。底阳规格和顶阳一样是 AAC 瑞声科技的115同轴，内部同样填充有 N-Base 声学增强材料。副板接口上覆盖有导电部，撕下导电部，挑开接口，取出副板。副板 PCB 同样采用0.52毫米板材，接口4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大部分小元件有蜂胶保护上方集成底部麦克风、CMOS 卡槽以及 Type-C 接口，接口根部有做蜂胶处理，内侧配备防尘防水胶圈，和 iQOO 15一样是5Gbps 速率的 USB 3.2静音规格，支持 DP 视频输出。放大可以看到供电脚位有镀惰性金属，来提升抗氧化和耐腐蚀性能。麦克风也和 iQOO 15一致只配备上下2颗，在这个价位中呢并不多见。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采用 L 型防呆设计，误插后不用担心防护结构的损坏。中框副板区域马达对应位置贴有压紧泡棉，防止松动和异响。底部麦克风收声孔呢配备泡棉和白色防水透气膜，底部扬声器出声口呢使用红色胶圈加细密的防尘网保护。整机除主动散热区域外，通过的是 IP68和 IP69的双重防护认证。第5步，拆电池。电池有快拆设计，和 iQOO 15一样，采用单电芯双接口的蓝海电池，同样有第4代硅负极技术和第2代半固态电池技术加持。前者提高能量密度，后者呢来加强低温下的放电表现。容量呢相比 iQOO 15多了400毫安时制造商呢为深圳新旺达，但电芯依旧来自 ATL。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在866瓦时每升左右，相比 iQOO 15还是提高了一丢丢的CR 保护板上的绝缘贴纸，保护板采用热熔胶封装方案，加强防护性能，同时使用 CPAC 封装工艺，给电芯腾空间。包装内附带的同样是100瓦快充头，实测峰值功率82.3瓦，1到100充电用时呢52分钟，比容量更小的 iQOO 15还快了1分钟。同样配备有全局直驱供电 2.0， 支持在全场景下根据机身温度智能调节充电模式，减缓手机的温度升高，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最后一步，拆屏幕，加热后酒精配合拆片划开粘胶，分离屏幕。那屏幕是三星的 LTPO OLED， 和 iQOO 15一样也是 M14的发光材料，尺寸、分辨率、刷新率、调光方式以及无偏振光的特性也都一样。那实测手动全屏最高1134尼特，强光激发时呢接近2600尼特，10%窗口下更是来到4500多尼特。屏幕背面是全覆盖铜箔，驱动板上也有相同的罩骨。那中间的超声波指纹是 iQOO 15同款的汇顶最新一代的解决方案。
大幅提升了对不同规格钢化膜的适配性。触控 IC 呢也是 iQOO 15同款的新思 S3910V。那中框上贴有一片面积为7400平方多毫米的散热膜，要比 iQOO 15的小了一些啊，但也完全覆盖了主板镜头以及电池的区域。撕下散热膜就能看到面积为7800多平方毫米的不锈钢 VC 均热板了。那尺寸和 iQOO 15上的那块基本一致，均热板的指纹对应位置呢也做了下凹设计来避免硬碰硬的损坏，四周还有泡棉提供缓冲保护。在下方的 DDIC 区域配备绝缘贴纸和缓冲泡棉保护。注意底部这片白色防水透气膜，撕下后就能看到平衡手机内外气压的泄压孔，泄压孔通向 Type-C 接口右侧的这个洞啊。同样采用 L 型防呆设计，误插后呢不用担心防护结构的损坏。最后的中框总成呢采用纳米注塑 CNC 一体成型方案，边框和内框都是铝合金材质。那边框上新增了2个600赫兹采样率的尖键，那它们通过触点和主副板连接。好了，拆解就到这里，整机有4种，共22颗螺丝。那拆完 iQOO 15 Ultra， 大家应该能感受到啊，这显然不是简单粗暴的基于 iQOO 15去塞入了一个风冷结构啊，你像性能3大件、整体的散热设计以及外围配置都是照着旗舰规格去做的，并且呢，基于蓝厂的影像算法以及 Origin OS， 也让 iQOO 15 Ultra 在电竞机里具备更多的竞争优势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罗宾，我们下期想拆再见。